你敢相信在北京边上花60多万就能住上这种别墅区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我有一个朋友啊，一直在北京工作，不想租房子了。但是北京的房子大家都知道，价格那不是单单的贵而已，而且呢还是限购等等的一系列政策。一个年薪只有20-30个 W 的，可能这点钱在北京的话，也就只能将就的去生活。后来呢，就在北京边上，然后花了有60多个 W 买了一个上下2层的房子。今天呢，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据说是上下2层，是个3居室的。这直接进来一看，就跟别墅是一样的。前边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客厅空间，而且是在客厅上面有一个特别高的这么一个挑空，直接是与2层相连通的。一会儿呢，咱们再去2层看一下。客厅南向这边的采光窗户是非常大的，整个可以做成一个落地的效果。在客厅的对面这块呢，做的是这个是厨房了。厨房里边呢，所有的橱柜都已经做好了。他跟我说，这个房子当时他买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户型来买的，然后呢里边的装修而且还是全部都赠送免费的。厨房一出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北向这块呢是一个很大的餐厅空间了。其实这块可以做成公共空间，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整个房间的1层布局更空旷一点。要是放一个餐桌在这儿的话，实属是有点浪费。餐桌的旁边呢有一个 B 级，这个 B 级呢是可以放一些平时的零碎杂物的。这个是一个样板房，装修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是与实体交房后的样子是一样的。而且在1层这块呢有一个很大的卫生间，里边呢可以放一个洗衣机，那个位置上面卫生间的效果也是这样的。这个呢是一进门的时候上楼的这么一个位置了。这个旁边还可以再放上一个小的储藏室，在这儿坐一下也不错。现在呢，咱们上去2层看一下，2层会是什么样子。这种小房子差不多也就是个60多个 W 就可以搞定了，上下2层。上来之后呢，正对的这边呢就是一个主卧室。主卧室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北向这边是一个大衣柜，而且在这儿呢做了一个地台，是与下边分割开的2扇大衣柜，平时也够用。南向这边呢可以看到就是卧室区域了。这种卧室呢它是在北向，因为为了采光更好一点呢，直接就做成了一个开放式的。敞开之后呢，那边的窗户的光直接就可以跟这边连起来了。出来之后咱们再去看一看。出来之后可以看到，刚才上楼梯的旁边呢，这块呢有一个小的空间，做成了一个榻榻米。看这个高度，直接就是一个榻榻米的样子，有点像日本的那种感觉。这个空间也可以做成一个小卧室，将来。然后南向这边呢，可以看到又是一个房间了。这个房间完全可以做成儿童房的，家里有小孩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有个自己的独立空间，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那这个地方在2层呢，还有一个卫生间了。这种房子它是每1层都有卫生间，这个卫生间里面是做成了可以洗澡的一个功能。好了，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当时我朋友买完这套房子的时候，可能是花了有60多万，然后整个房子是带着装修的。今天呢我也就顺便过来看一看，具体看完这个房子之后还挺不错的，总共是上下2层，2个卫生间，而且还能做成3个卧室。这样的话以后有朋友来啊，老人来啊，其实住在里边还是比较方便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我有一个粉丝呢跟我联系了已经快3年了，现在呢他跟我说已经退休了，然后让我在北京边上给他看一个有没有合适一点的，重点呢还是要有山有水。正好呢我今天跟我一个之前的业主联系一下，他想把自己的房子处理掉，因为这个房子呢他一直没有住过，也没有装修，说是给个36个 W 就可以搞定了。那今天呢我就给他来参谋参谋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现在呢我已经跟房东这块拿上了钥匙，然后今天呢进到家里边来看一下。36个 W， 房东说就可以给他了。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是一个过道，在这一块呢，其实可以设计一个鞋柜的，像这个门廊这块，主要是我听到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心动。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大厅，这个房子是一个2居室，差不多能有80方左右。往前一块呢是客厅的空间，
客厅南向这块呢，还带了一个超大的这么一个阳台。阳台旁边呢，这个是当时买房的时候送的这么一个热水器，属于是外边加太阳能这种的，外边有一个太阳能板。楼下可以看到自己家的停车位。客厅的北向这边呢，就是一个厨房的空间了。厨房旁边可以看到这块呢是餐厅，餐厅这块其实可以完全放下一个餐桌的。然后北向的厨房这边可以看到整个管道都已经做好了，而且房间里边还带着一个燃气炉，这个地暖管也已经都铺好了。那这边过来之后呢，就可以是一个卧室的区域。卧室里面可以看到南向这边的卧室非常大，而且在窗户的旁边呢还带了一个飘窗。以后在这儿铺上一块大的椅式面，可以在上边休闲读读书啊，晒晒太阳，还是挺不错的。那北向这边过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北向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卧室，这个小卧室的空间也很大，放上床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房子其实是一个毛坯房，36个 W， 其实算下来还是很划算的。重点呢，它是一个70年的产权。这个是卫生间的地方，卫生间还是非常大的，大概能有一个6平左右，这么大一个卫生间。好了，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这个价格其实要是放在北京的话，估计连个厕所都搞不定。在这儿跟北京旁边河北交界处这个位置呢，花上30几个 W 就把它拿下了，这是什么美事儿啊？你说这个房子要是放在谁的跟前，谁不心动啊？就这小房子，嘎嘎的棒，一看就是那种豪横一点的大洋房了。这种房子一共是4层，上边2层为一户，下边2层为一户。这种住起来的话，感觉还是挺不错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你要说为什么很多北京人都喜欢到北京旁边来买房子？像这种房子，我们可以看到下边有一个小院，这种小院要是给你搁到北京的情况下，你是什么感觉？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家，旁边这家呢，它是这样做的，也可以做些蔬菜什么的。这个围栏呢，是以后收房的时候把它圈起来，就可以，规划成自己家的私家小院了，也可以在里边放个凉亭之类的。150方，差不多是一个别墅的性质，上下2层。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是一个玄关了。这个玄关没有做，所以没有具体的视觉感觉，但是房型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户型。直接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客厅，这个客厅是做的3客一体的。前面这一块呢，把它划分成客厅，旁边这里呢就可以做成一个餐厅。在餐厅的旁边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这个房子差不多是在150个 W 不到的样子。很多人呢都喜欢有一个小院，夏天的话在里边乘凉，可以喝茶休闲一下。南向这里呢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窗户了，这个窗户可以做成落地的，完全可以出到外边，还带着一个小露台。如果喜欢的话，将来也可以把它改造成室内的空间。在旁边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卧室。这个卧室的布局是非常的大的。出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北向就是咱们进门入户的位置，这个空旷感还是不错的。那现在呢，我们去上楼看一下。房子刚才说了，差不多是150个 W， 应该是到不了。其实这个房子呢，是位于咱们北京旁边的2公里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北向的卧室了，2层的卧室，可以做成一个书房的。正面这里呢有一个门，这边呢是主卧，我们进去看一下。主卧一进来正对的这块呢是一个衣帽间的布局，可以看一下这个屋顶是非常高的。转过来旁边呢就是主卧休息区，可以看到很大。而且在屋顶上面还是一个斜坡，可以做成一个小阁楼的感觉。衣帽间的旁边这里呢有一个主卧的私用卫生间，我们再来体验一下，管道都已经铺好了。整个主卧出来之后呢，
南向这里呢还有一个大卧室，这个大卧室未来是可以做成一个儿童房的。家里有小孩的话，可以给小孩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且在南向这块呢，还带了一个露台，也是可以出去的。因为这种别墅吧，它是别墅的性质，它的内部墙呢都是剪力墙。房子看完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配套的一个小花园。这个花园里边呢是可以做成凉亭的。因为今天我带大家体验的这个呢是一个毛坯的房子，所以呢可能看上去的效果会更直观一点。可以看每栋楼之间的楼与楼间距，这是侧边的，而且在正面这片是属于楼与楼之间的间距，非常的宽敞。好了，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刚才呢我在小区里边转了一下，像这里呢包括超市啊、业主食堂啊，还有一些寄快递的呀，包括生活上的一些东西都是非常方便的。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呢都属于是北京退休后的老年人。一台宝马3系的价格就可以住上这种复式的大3居，这种房子其实跟别墅长得还有一拼。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里有一个大挑空。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55平怎么可以做成3房？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一台宝马3系的话，也就是30多个 W， 这样进来的话，可以住上这么一个大3居，感觉还是非常合适的。一进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入户门口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其实可以完全做上一个鞋柜的。然后再往里走呢，就可以看到前边这里呢是一个餐厅和客厅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空间。南向这边呢就是客厅的空间，在旁边呢就可以放上一个餐桌。在北京上下班的话，其实是非常合适的，这样的话离北京又近。然后可以看到客厅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别大的挑空空间，这个地方呢感觉像是别墅的样子，其实别墅之中也是带着一个挑空的。那在客厅的对面这边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房间。其实如果说自己的父母从家乡过来的话呢，在这个1层的长辈房里边其实就可以休息了，避免以后上下楼比较麻烦嘛。因为这是一个上下2层的小房子，而且是差不多有个55平这么一个空间，做成了一个大3居的样子。旁边呢就是一个卫生间了，这个卫生间里面做的是干湿分离的，而且是完全够日常的生活来使用。再来看一下隔壁这块呢，是属于一个厨房，厨房当中的所有的灶具和这个橱柜都是完全带着的，而且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小窗户是可以通到外边的。其实整个房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房间的装修效果呢就是眼前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其实要按总体来说，一台宝马3系换这个小房子还是比较合适的了。现在呢，咱们从这个空间就可以完全上到2层去看一下，体验一下2层的效果是什么样子。楼梯，这种房子的楼梯它的是一个转角形式设计的，而且整个都用的是木地板的一个装修风格。上来之后呢，可以看到2层这块呢有一个小空间，其实在这块呢地上边装了一个地漏，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小的洗衣房的，我感觉还是比较合适，但是没有水管，后期再改造也是不错的。北向这边呢就是一个榻榻米的空间，这个地方可以做成休闲区，摆设的样子应该就是为了休闲区而设计的。这样的话，如果把它做成一个卧室，完全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南向这边，南向可以看到整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在这一侧呢有一个是与1层的这个挑空连通的这么一个位置，站到这里呢就可以直接看到1层的效果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1层，而且2层的采光是非常通透的。这个房间里边我并没有开灯，大家可以明显的看清楚，整个房间非常的亮堂。这是2层的主卧，2层里边的这个主卧空间大概有个16平左右这么一个样子，而且在南向的这块呢，整个全采用的还是一个落地窗的效果，这样的话望眼看出去，整个小区里边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卧室的这个北向这块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衣柜，完全可以放得下，以后衣服也可以放在这里。其实刚才咱们看的这个公共区域，它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区域，
在这一块你其实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书房，整个2层从内扇门设计过来之后，这个属于整个的主人区域，完全可以增加自己的隐私。而且在这一块呢，就是2层的一个卫生间了。刚才我们看到1层也有一个，2层也有一个，2层里边这个呢是带着一个淋浴间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我们一起去探讨。好了，到这里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视频我们再见。我有一个朋友呢，现在在北京边上买了一个这个跟别墅一样的房子，今天进来之后看一看，还真的是效果不错。这块呢是一个餐厅的空间，而且在旁边这块呢有一个小书桌，可以用来临时的学习。上下2层一共是96方这么一个大小的空间，而且可以做成一个大两房。然后这边呢是南向的一个客厅空间了，在南向的客厅这里呢，上边是一个挑空。这种房子看上去有种别墅的品质，南向的落地窗呢也是非常的敞亮。在客厅的对面这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呢就是一个小厨房了。小厨房里边的家具都已经配齐，这个房子是他买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整个房间里边的装修效果看上去还是比较简约时尚一点的。你说像咱们50多个 W 能干点啥？像这种房子整个连装修都下来的话，也就用上50多个 W。旁边这一块呢就是上楼的楼梯呢，现在咱们上去看一下。楼梯上来之后呢，眼前这一块看到的就是一个公共区域，这个公共区域做成了一个书房的效果，平时呢也可以在2层这里办办公，完全也可以做成一个化妆间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在南向这块呢是主卧空间，主卧当中呢做的是落地窗，里边呢摆上一张1.8米到2米的大床，还是比较温馨的。旁边这里呢就是1层连通的一个挑空空间了，可以来看一下，直接可以看到1层的客厅。然后在这个位置呢，隔壁这里呢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卫生间，卫生间里边的效果是做的干湿分离的。房间呢我是没有开灯，直接拍的一个效果，也是为了看看这个采光如何。北向这里呢还有一个卧室，这个卧室呢是直接坐在地台上面的，整个房间里边可以摆下一张大床，而且在转过来之后呢，对面这块呢还有一个放衣柜的这么一个空间，这是一个凹进去的，完全可以属于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间。